大婚当日，我当众退亲了，因为我知道裴炎今日不仅妻妾同娶，日后还会构陷我兄长通敌，将我扔进乞丐窝里凌辱致死。他眼神狠厉，退婚与下堂无异，今日之后，谁还敢要你？谁说没有？我望向一旁等待多时的小侯爷，果然，他满脸兴奋，跃跃欲试。我，柳娘子若愿意，我入赘都行。大家好，欢迎收看达达听书。我成亲那日，整个金陵城的达官显贵都来了。夏如烟一袭大红嫁衣出现的前一刻，傅炎正在催促我：“阿初，快火盆吧，莫要误了吉时。”隔着雀扇，他的声音温润，望向我的眼神似乎也脉脉含情。我却没动，只静静地看着他，忍不住想，这般虚伪眼神，上一世我怎么就没发现呢？我与傅炎幼年相识，自小便心仪他，也一直以为他的心思同我一般，因为他会送我他亲自雕刻的玉兰花簪，也会在冬日清晨在刘府门前一站就是一个时辰，只为将寒冬的第一枝梅花送给我。我以为他心中是有我的，可上一世成亲当天，他一夜未归，第二日一早，携着他的妾室夏如烟、堂而皇之站在我面前，我才知道大婚当日他妻妾同娶。我从正门入，那个怀了4个月身孕的外室被他一顶软轿从侧门抬入府中。妻妾同娶本是奇耻大辱，可他以兄长仕途和性命要挟，让我不准将此事透露。我按他的话做了，但他还是联合6皇子构陷兄长通敌，致使柳家满门获罪。兄长们被斩那日，他带着夏如烟来了，他命人挑断我的手脚筋，将我扔进了全是男人的乞丐窝，甚至嘲讽我，如你这般无趣的女子，就该学学如何取悦男人。这个正妻之位原本就是如烟的，你欠他的，现在该还了。直到我被凌辱致死，他再也没出现过，更不知道那时我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扑通一声闷响，夏如烟冲出人群，在傅炎面前跪下：“父郎，求你放过我们的孩子。”婉转的声音唤回我的思绪，我一回神，便看见夏如烟那张盈盈垂泪、灿若桃李的脸。她的确生得美，江南出生的她有一副如黄莺出谷的好嗓子，一声袅袅的父郎，令震惊愕然的傅炎怒火瞬间歇了大半。哪里来的疯女人？来人，还不将人带下去？他用眼神示意夏如烟快走，有事下来再说。可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夏如烟，今日却并未如他所愿。父郎，我自知身份卑贱，无法与你相配，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骨肉啊！你明明承诺今日纳我入府，也承诺会护我和孩子周全的。他声泪俱下，越控诉，傅炎的脸色越沉。他想撇清，推搡间不觉用了力气，不小心将夏如烟推倒在地。肚子，我的肚子！夏如烟面色骤白，捂着肚子喊疼。立即有人劝：“傅二郎，无论缘由如何，孩子是无辜的啊！就是人命关天，赶紧让大夫来瞧瞧，好好的大喜之日，别弄出人命了。”下人们慌忙抬人寻大夫，场面混乱，无人瞧见却善后的我，缓缓牵起了唇。上一世，傅家匆忙下聘，连吉日都定得匆忙，只因夏如烟有孕，肚子藏不住，还未成亲，便有了一个怀有身孕的外室。若让人知晓，金陵城中哪家勋贵愿意将女儿嫁进来？傅炎爱极了夏如烟，不愿傅家血脉流落在外，急需一个性子软弱好拿捏的人，遮掩他进府。柳家是孤，我父母早逝，我又对他一往情深，他自然而然想到我。可软弱好拿捏，倒也未必呢。夏如烟不傻，上一世大婚第2日，他来给我奉茶，不等我接，便将一杯滚烫的茶水泼在自己肚子上。那时他哭着道：“姐姐，虽我有错在先，可我与父郎是真心的，旁的我不求，只求能陪在他身边，哪怕为奴为婢。”这番话恰巧被傅炎听见，让傅炎怜惜他的同时对我厌弃。此类事件时常发生，的确，他知道如何拿捏男人。
也知道如何让傅炎心甘情愿将迎他进府的日子定在与我大婚同一天。可他也不聪明，我不过是买通傅家的下人，让他误以为我早已知晓他与傅炎的私情，让他以为傅炎的甜言蜜语只是诓骗他，打算以后去母留子。他便如我预料的这般横冲莽撞上来。这场闹剧动静太大，在傅府中等着受礼的傅老夫人和我3位兄长闻讯赶出来。夏如烟动了胎气，傅家人想趁乱将她抬下去，却被我兄长们拦住。成亲之日纳妾，你们傅家可真不要脸！二哥性子直，脾气也最急，他一脚踢翻火盆，炭火爆开，惊得人群一阵惊呼。闹成这样，为了傅家名声，傅炎断不会承认。我真的不认识这疯妇。他微微皱眉，上前想要牵我，我却往后退一步，避开了他的手，似乎没有料到我后退的动作如此干脆。他表情微恶，喃喃轻唤一声阿初，我却没看他，垂眸望向被傅家下人钳制的夏如烟。他说你是疯妇，可你却说你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若你没有证据，便是污蔑，离了这儿被人带走。我的话未尽，但夏如烟不傻，此刻已然明白自己中了计。他瞪大眼睛看我，面上血色尽失。可他也知道，如今他没有证据，又得罪了傅家，就算他今日能挽回傅炎，碍于名声，他也绝无再进傅家门的可能，说不定还会因此丢了性命。富贵固然重要，但首要的还是活命。衡量再三，他因开口，我与父郎相识1载，一直被他安置在城外的庄子里，庄子上的下人都识得我。还有，他腰间有一颗指甲盖大小的痣，如此隐秘的位置，就算无法证明腹中孩子是傅衍的，也足以证明他们2人有私情。此话一出，满座哗然。吵闹间，大哥眉头紧皱，将我往身后一揽。傅大人，虽我爹娘为抵北境敌寇战死沙场，但我们兄弟几个还活着呢，怎么？傅家这是欺辱我柳家无人吗？二哥什么话都没说，一拳揍在傅衍脸上，而三哥则轻声在我耳边安抚：别怕，哥哥替你做主。傅衍被揍，心中已然生了怒。阿初，此事定然另有隐情，今日宾客都在，有什么事咱们下来再说。他语气不耐，却没看我3个兄长，只顺也不顺地紧盯着我，仿佛笃定我会像从前那般为了他咽下这份委屈似的。可这一次我却没有如他所愿，只在傅老夫人的劝诫声中装作掩面哭泣，悠悠开口：退婚吧。我瞧这女子身上分明是嫁衣，她所言是否属实，只要稍加查证便知。大婚之日妻妾同娶，这般奇耻大辱，我受不住。退婚2字一出口，满场寂静，似乎没料到我将退婚说得如此轻易。傅老夫人面色青白交错，傅衍也瞪大眼睛，表情错愕。柳如初，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敢置信的模样让我有些想笑，但好歹忍住了。想想也对，不怪他如此错愕，毕竟在他眼里，这桩婚事是我求来的。柳家世代从军，因他一句女子当温婉贤淑，我便放弃继续学柳家腔，收敛性子，学家宅庶务，女工刺绣。知道他喜欢喝茶，我便日日去茶府学炒茶，学茶道，手上被烫出血泡也不曾喊疼。我赠他祖父的藏书，赠他价值连城的东珠，甚至不惜顶撞兄长，闹到绝食自尽，以死相逼，才求得兄长们上门议亲。他以为我爱他入骨，为了他能什么委屈都能受。可重活一世，怎么可能重蹈覆辙呢？傅衍，我满心待你，你却这般践踏我的真心，我不退婚，难道让我与这个怀孕的女子同日进门吗？闻言，傅衍呼吸瞬间不稳，他胸膛剧烈起伏，明明眼神阴鸷，却不得不软下语气：柳如初，嫁娶一事并非儿戏，这亲岂是你说退就退的？父母更是轻哼一声，在一旁帮腔：今日你们柳家若当众退婚，也有损名声，往后这金陵城中还有谁敢娶？我看不如。可他话还未说完，
就听一道爽朗的男声响起：哟，巧了，我不嫌弃。循声望去，就连金陵城中最大的纨绔渔阳侯世子魏思瑜面如冠玉，长身而立，对上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我心神微震，仿佛又看见我死后8年坟前越堆越高的酒瓶。恍惚间，男人的声音染着笑意：你们傅家这般欺辱柳家，还想就此接过，可还要脸？柳家小女娘，别怕，你要是愿意，我侯府的当家主母位置肯定留给你，或者你若不嫌弃，我入赘你们柳家也可以。魏思瑜，渔阳侯独子，坊间传闻他不学无术，性情乖戾，金陵城中的世家子弟几乎被他揍过大半。传闻其实并未夸大。上一世我第一次在马球会上见他，他就在揍人。他将礼部侍郎家的嫡次子摁在地上，几乎废了对方一条腿。那凶狠的模样，直至多年以后，我仍旧记忆犹新。我与他并无交集，不过几次宴会，远远见过一面，浅浅见过礼罢了。可上一世，我被傅炎扔在破庙中，任人凌辱致死，魂魄盘桓不散。是他打马前来，一剑斩杀匍匐在我身上的乞丐，将我包裹严实搂紧怀里。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魏小世子哭。他替我收敛尸骨，不顾渔阳侯夫妇反对，也不顾流言蜚语，将我葬在魏家祖陵。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日都要醉倒在我坟前。他年复一年的颓废不似作为，但时至今日，我仍不明白他澎湃汹涌的爱意从何而来。此时的魏思瑜从人群中出来，同兄长几人站在一起，余光有意无意望向我，眉梢是掩藏不住的喜意。他出个惯了，此刻的话无人当真，只当他是在替柳家解围。他虽然是个混不吝的，但他母亲是当今圣上一母同胞的长公主，姑母又是当朝皇后，身份贵不可言。因此他的话一出，立即有人跟着附和。傅家这是的确缺德了，另挑个日子将那女子接进府都还好说，偏偏要挑今日，这不是将柳家人的脸摁在地上撵吗？柳将军和柳夫人都是忠烈之人，他们二人为国捐躯，断不能让柳小娘子受这份委屈。今日来的宾客全是长安城中的勋贵。眼见议论声一边倒，傅炎的表情逐渐阴沉，他咬牙切齿，声音急切：柳如初，你口口声声待我真心，就半点不肯信我？我抬眸，故意装作哽咽：信你什么？是信你没有将他安置在城郊宅子，还是信你腰间没有那颗痣，亦或者是信你没有打算今日迎他进府，此刻傅府中没有抬他入府的软娇呢？看着他越来越白的脸色，我顿了顿。傅炎，你骗得了我，可能骗得过你自己。傅炎眸色微闪，神情怔怔，嘴唇翕动，似乎还想再说什么，可兄长却没给他开口的机会。大哥表情阴沉，转身将我扶上马，吩咐二哥先送我回去，此事交由他与哥处理。傅家人还想纠缠，却被魏思瑜带人拦住。啧，如此精彩的故事，傅大人，你们说我要不要禀告姑母，让她来评评理呀？大哥也掷地有声：傅大人，令郎与小妹的亲事今日就此作罢，不必在意。婚书与聘礼明日定悉数奉还，也请傅大人将我小妹的名牒备好，明日我一同来取。傅家人如何争辩，我已听不太清。来时十里红妆，唢呐震天，回程却安安静静，只能听见车轮转动的咕噜声。没了观众，我无需再装可怜，扔了却扇，将方才憋出来的眼泪擦干，忍不住轻声叹：傅炎，好戏才刚开始呢。大哥和三哥回来时已经入了夜，遭遇此事，大约以为我伤心欲绝，大哥和二哥并未多言，只安慰我莫要多思，早些休息，便早早离开。可我并未休息，遣散了侍女于屋中煮燃了茶水。不出所料，不过半个时辰，房门便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哟，你倒是好兴致。去而复返的三哥笑吟吟打去，全然没了在大哥和二哥面前的愁眉苦脸。我见怪不怪，将煮好的茶分给他一杯。傅家那头如何了？三哥倒也不客气，端起茶盏，将鞋一脱，
就在对面的软榻上盘腿坐了下来。你走后，傅家自然是想狡辩，甚至随意找了个小厮，认下冒充傅岩与外室女偷情，败坏傅家名声的罪。他们明显想杀人灭口，但那外室女也是个聪明的，见傅岩护不住她，被魏思瑜三言两语便哄得求他护佑周全，声称待他日诞下孩，要滴血认亲，以证清白。说到魏思瑜，三哥的眉头机不可察，微微一皱，忽然转而问：你什么时候同魏家那泼皮有交集的？泼皮？三哥对我身边的男子评价一如既往的犀利。我摇头笑笑，忍不住替他辩解两句，并无交集。但他出言相帮，想来也是好意，像是听见什么惊恐的话一般。三哥猛然瞪大眼睛，他好意？若不是整个金陵都知道，他就是这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性子，就他说的那些话，非得给你俩扣上有私情的帽子不可。他边说边不满皱皱眉，叮嘱我看往后还是离魏家远些。末了才又躺下，继续问：现下退亲一事已成定局，接下来你想做什么？我与我这三个兄长虽然一母同胞，但性格各异。大哥性子冷峻，心思稳健，遇事习惯多思，会顾全大局。二哥直爽单纯，偶尔会由着性子横冲直撞，像极了父亲。只有三哥，同我那个在燕州行商了一辈子的外祖极其相似，心思狡黠，仿佛修炼成精的老狐狸。我与三哥年纪相差不到2岁，自小一同长大，感情也最是深厚。我自知我那点心思骗不过他，因此也没想着瞒。我将一沓礼单递给他，这是定亲3月以来我赠傅岩的礼，最下面那张则是他的回礼。三哥接过，粗略翻了下，惊得直皱眉。这么多？等翻到最后一张时，又抬头瞪我，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姓傅的这么抠，这都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他吐槽归吐槽，却也明白我想做什么。你想将这些东西要回来？自然。上一世这些东西都在我的嫁妆之列，与傅岩成亲后不久，便被他悄悄拿走，赠给了六皇子，又被六皇子用来拉拢朝臣。重活一世，我有意无意提起自己有这些珍品。傅岩果然开口，从我这里要走。不过这些东西傅家大约还不回来吧？我这么说，三哥立即明了，他咧嘴嘿嘿一笑，瞬间坐直。还不上，那就怪不得我逮着机会扒傅家一层皮了。次日，三哥主动揽下上傅家退聘礼的活，他不仅带了聘礼，还将自定亲后傅岩送我的那箱子里带上了。敲锣打鼓，就大喇喇地站在傅家门口，命2个嗓门大的小厮轮流念。正月初6定亲宴后，傅郎君赠我家女娘点翠楼碧玉手串1副，值100金。次日，我家女娘还白斗论1册。正月28，我家女娘赠傅郎君宋玄机大师春燕图1幅，傅郎君并未还礼。2月初7，我家女娘赠傅郎君明珠1壶。听清内容，围观路人一阵阵唏嘘。傅家二郎送的怎么都是些街边随处可见的小玩意儿呀？最贵也不过1副点翠楼的手串，他也真拿得出手。还有自己的雕刻的木簪，一根破木头，说的好听点是心意，说白了就是抠。像他们这种公子哥，是不是自己亲自动手都不一定呢？再瞧人家柳家赠的藏书、字画，每一件都是只在传闻中听过的宝贝，柳家娘子可真舍得。傅家人听见动静出来的时候，那份礼单已经被小厮翻来覆去，念了好几遍。我坐在街角的马车中，瞧见傅岩面色阴沉，质问三哥：柳寻，这是什么意思？三哥仍旧笑嘻嘻的：什么意思？你我2家婚事作罢，这些账咱们自然是要算清的。你们傅家上门提亲的聘礼，还有定亲后你随手赠我小妹的这些垃圾，一样不落，我今日都给你带来了。而我小妹赠你的单子就在这儿，还请归还我们。咱们都当面点清，免得让人误会我柳家占你们傅家多少便宜。人群里有人带头喊了一句还礼，人们纷纷起哄。哄闹声中，傅老夫人的表情肉眼可见的慌乱，傅岩也拳头紧捏，脸色渐渐青黑。这些东西他自然无法归还，
因为同上一世一样，如今正躺在朝中某些大臣的家中呢。明显，傅衍也知道此事不能闹大，尤其不能让六皇子和被六皇子拉拢的那些大臣知道这些东西出自柳家，更不能要回来，否则结党营私传入天子耳中，追究起来伤及的便不只是傅家颜面了。他眉头微皱，紧盯着三哥。柳兄，我与阿初情投意合，虽闹到退婚的局面，但其中误会颇深，不如咱们入府细谈。他话音落下，傅府下人便一拥而上，将三哥和小厮围住。他想将三哥带入傅府，大事化小，但傅家还不上礼，在我和三哥的意料之内。三哥有备而来，怎会让他如愿？傅家心虚，要打人了。人群中，方才那个带头喊还礼的男人突然一声高喝，后方立即冲出一群高大威猛的群众。柳家三郎，你放心，咱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断不会让他们傅家如此欺辱忠良之后。就是一人带头，挡在三哥面前的人越来越多，眼见场面渐渐不可控制，傅衍和傅老夫人的脸彻底黑了下来，随随便便拿一张单子就说我要收了这些礼，这是想趁着退婚讹我傅家一笔呢。这世道，一个疯妇都能诬陷我，造假又有何难？且不说那些东珠珊瑚，光是送大家的画作，连宫中都仅有一幅，你们这种小门小户又怎么可能会有？傅老夫人高抬下巴，言语讥讽，分明是想赖账。三哥也不慌，傅老夫人，你应该听说过，我娘亲是商贾出身吧？商户如何？都落魄到只剩你娘一个人了，难不成还有什么金饽饽吗？他以为我娘亲不过是个有些家底的商户孤女，就算那些东西当真是外祖家倾尽家底所得，只要咬死不认，便无从查证。但小小商户，他到底还是小瞧了。看来傅夫人还是不太了解我们柳家啊。我先连下马，走出街角，似乎没有料到我也在。傅衍表情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愣怔，视线相撞，他眸中似有情绪翻涌。阿初，我却没理会他，抬眸望向一旁的傅老夫人。的确，众所周知，我爹是寒门出身的武夫，我娘也只是一介商户之女。可傅衍从我这儿拿走这些东西时，若多问一句我外祖名讳，傅老夫人你便不会说出如此可笑的话。闻言，傅老夫人嗤笑，你外祖名讳？一个死人，难不成还能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不成？惊天动地倒不至于，但他老人家姓谢，如今活得好好的，就在燕州。燕州，谢家几个字一出，他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唇角的笑意微僵。不等他反应，我的话已然出口。我外祖是燕州谢家家主谢问渊，而我娘是他对外声称早逝的嫡长女谢荣惠。听清外祖名讳，几乎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就连傅衍与傅老夫人也瞪大眼睛，不敢置信。无他，只因谢家富庶，手握大夏整个出海通贩的漕运，每年光是缴纳的税都能养活边境20万人的军队。那些东西，普通商户若是想的，的确要费不少功夫，甚至还会被人质疑真伪与来路。可若是谢家，那便不一样了。毕竟整个大夏的东珠珊瑚几乎都是谢家通海出番带回来的，还有那些被世人追捧的藏书字画，也大多出自谢家的藏书库。我娘的确是谢家女，20多年前她在马匪铁蹄之下被父亲所救，便对当时还是千夫长的爹爹一见倾心。可我外祖父不喜我爹，认为他是个只会喊打喊杀的武夫，也不喜他冲杀前线，随时都可能丢了性命，便一直阻止，甚至不惜将我娘关在屋里。彼时我娘对我爹情根深重，他也是个犟脾气，眼见外祖不松口同意婚事，便一怒之下离家出走，悄悄同我爹成了亲。他隐姓埋名，几乎同外祖断绝关系，声称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女。外祖听闻也来了脾气，对外称嫡长女去世，不允许旁人再提。直到我们兄妹几个陆续出生，谢家姨母从中斡旋，外祖才软下态度，每年秘密差人送来这些礼，让爹爹瞒着娘亲收起。这些过往几乎无人知晓，直到爹爹战死，娘亲去世，
谢家姨母秘密上门吊唁，我们才知道娘亲的身世。大兄清廉，不想依靠谢家之力，更深知朝堂水深，未免牵连祖父一家，不仅拒绝认亲，更是故意瞒下柳家与谢家的关系。怎么可能？你娘姓周，不过是个孤女。傅夫人声音轻颤，目光却凶狠至极。此时傅岩也已经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了，他神情复杂望向我，眸中似有惊涛骇浪，拳头捏紧又松开，欲言又止，半晌终于哽着喉咙道：我傅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但几件镇宅的藏品珍宝还是有的。就算你是谢家人，就算你偶然听我提起这些东西是从谢家买来，也不能这般据为己有。为了不得罪六皇子，保住傅家，就算知道柳家与谢家的关系，傅岩也会咬死不认。他这番说辞，我早就猜到，并无多少意外。但那些东西我既然给了，便有方法证明他们属于柳家，因此也丝毫不慌。我轻叹一声，正欲开口，一道爽朗的女声忽然由远及近：傅老夫人，你不知道吗？周是我母亲的姓氏，还有我谢家流通的货物和自家珍藏的藏品上各自赚了不同的徽记，你们傅家若坚称是买来的，不如将东西拿出来让我辨一辨。闻声望去，只见身着月白色劲装的妇人大步走来，身后还跟着雍容金贵的魏思瑜。你是何人？傅老妇人眉头紧锁，回答她的却是笑盈盈的魏思瑜。这位是柳家兄妹的姨母，当然也是燕州谢氏当家的嫡次女谢容音。虽然大哥拒绝与谢家认亲，但无论是我上一世还是这一世，我成亲之前，谢家姨母都对外借口行商，秘密来了金陵。她在城东的谢家别院住下。昨天夜里，我早就书信一封送了过去，告知她今日大约会当众承认与谢家的关系。我猜到她会来，但没料到她竟然是与魏思瑜一起来的，而且瞧他们的模样，似乎甚是相熟。我心中疑惑，没忍住多看了魏思瑜两眼，却见他孔雀开屏似的甩开折扇，故作高冷，板起了脸，但只坚持了一瞬，眼神便不断朝我飘来，耳廓也渐渐染上红晕。视线相撞，他轻咳一声，猛然抬手挺胸：傅岩，你不是说东西是你们买的吗？拿出来啊，让咱们瞧瞧，都开开眼界。傅岩脸色青黑，目光在魏思瑜和我身上来回逡巡，却没接话，而是突然咬牙切齿道：傅家同柳家之事，何时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然而魏思瑜还没答话，姨母倒是先笑出了声：外人？这孩子可不算什么外人，他昨个在我那儿跪了一夜，说要入赘给我家如儿做夫君。虽说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但我姐姐姐夫不在，我这个姨母的做主也是一样。我瞧他是个好孩子，他们二人的婚事我会慎重考虑。仿佛下跪和入赘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似的。魏思瑜昂首挺胸，隐隐得意，他这副模样有些好笑。我不觉又多看了两眼，可还未来得及细看他的表情，便听傅岩一声嘶哑的怒喝：不行！循声望去，只见他面上血色尽失，神情仓皇至极。阿初，你不能嫁给旁人。傅岩语气狠厉，说完似乎才意识到，因他昨日妻妾同娶，我当众退亲，他早已没有立场阻住，只得软下声音：你我之间有误会颇深，我需要时间向你证明。阿初，你等等我好不好？先别嫁给别人。他说这话的时候，紧紧盯着我，一副爱我入骨、悲痛至极的模样。若不是上一世他亲手挑断我的手脚筋，将我扔进满是男人堆的乞丐窝里，我差点都要信了此刻他眼中的深情。傅岩，你我之间并无误会，你让外室怀了你的孩子是事实，昨日大婚抬他进府也是事实。说话间，姨母和三哥已经挡在我面前。姨母从三哥手中接过那份礼单，目光一一扫过，唇角牵起。这些东西我记得，除了与流通货物不同的徽记外，每一件还有些旁的特殊印记，比如一壶东珠，当初我让人送来金陵前，刻意让巧匠篆上如儿的名字，只是那字极小，只有用谢家从海外带回的西洋镜才能看清。
还有这幅春燕图，原本是我姐姐闺中旧物，她又是顽皮，不小心撒了几滴朱砂在上面。虽让人处理过了，但对着阳光，难免还是能瞧见些许痕迹。他顿了顿，没有继续说。倒是三哥上前一步，嗤笑讥讽：“傅大人，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不至于还要赖账吧？”傅岩几乎是被逼着承诺归还赠礼的，他借口需要半日时间清点，但我知道那些东西他肯定拿不出来，他不过需要时间想一个既不得罪六皇子，又不得罪朝臣的方法而已。他以为他还有半日时间想对策，但他却低估了流言之力。昨日傅家妻妾同娶，我当众退亲一事本就闹得沸沸扬扬，经过一夜发酵，加上今日刻意在傅家门口闹出的动静，还未下朝，这份名单便传进了宫里。大哥下朝回来时，已经是午膳之后，还未进门，便听见他骂三哥的声音：“柳寻，那么大的事，为何不同我商量？”那些个皇子，个个狼子野心，虎视眈眈，都盯着太子，巴不得从我们这些拥立太子的人身上寻出错处。倘若我与你二哥被人诬陷设计，牵连外祖父一家，你大哥性子沉稳，向来冷静克制，他约莫是真的气狠了，连名带姓喊三哥的名字，但还未骂完，已经看见了端坐在正厅中的姨母和魏思瑜。姨母，你看他。三哥扯着姨母的衣袖，小声告状。姨母放下手中的茶盏，露出和三哥同款的笑，朝大哥招手：“彻儿，你来。”大哥不敢不从，却板着脸，给自己留了最后的体面：“你们先出去，我与姨母有话要叙。”我和三哥对视一眼，默默起身。只是出门前，我向大哥递上一封书信，而三哥麻利地将魏思瑜托起。厅门合上时，我余光瞧见姨母将茶杯重重一放，语气冷凝：“柳琛，这便是你拒绝认祖归宗的理由？咱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你凭什么以为我们贪生怕死，不能荣辱与共呢？”爹娘去世后，大哥扛着柳家的担子，凡事为了周全，步步谨慎。我知道他的顾虑，也明白他活得小心翼翼。可正如姨母所说，比起未知的未来，他与外祖更看重血脉亲情。上一世，我死后魂魄不散，看见满头华发的老人在我坟前生生呕出一口鲜血。我赚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到头来连自己的外孙也护不住。还看见从前一心经商，从不涉朝政的姨母，几乎散尽谢家家财，同魏思瑜联手，只为了替我们兄妹四人报仇。厅里的两人最后说了什么，我不得而知。院外的廊亭里，三哥却一脸警惕地盯着魏思瑜。姓魏的，我姨母来我家天经地义，但你一个外人跟着来做什么？你没听姨母说吗？她会考虑我入赘一事，我不算外人。魏思瑜面目改色，说完飞快看我一眼，见我并未露出半点不悦，才暗暗松一口气。三哥惊呆了：“不是吧？你认真的？”“自然，只要柳娘子不嫌弃。”三哥瞪大眼睛：“你堂堂渔阳侯独子，入赘我柳家，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渔阳侯和长公主不揍你？已经揍过了，还说要打断我的腿呢，但我跑得快。”魏思瑜的语气轻松的仿佛在说已经吃过了一般，表情异常诚恳。说完又小心翼翼地看我：“柳娘子，我还没问你，你是否愿意？上一世我生前同他并无交集，死后在他这张脸上看到最多的也是颓然与狠戾。此刻他微拧着眉，忐忑不安的表情，令我感觉鲜活可爱，忍不住唇角微牵。可三哥只觉得他有大病，生怕我下一刻就回答一句愿意似的，将我拉得远远的，独留他一个人坐在廊亭。三哥小声岔开话题：“对了，你方才给大哥的是什么？”“一份偶然从傅岩那儿瞧来的名单。”我回头看了一眼视线仍粘在我身上，表情可怜巴巴的魏思瑜，顿了顿，才继续：“上面记下了傅岩送给六皇子，又被六皇子用来拉拢的朝臣名字。傅岩虽拥立六皇子，但不见得没有自己的小心思。他将那些东西献出去的同时，也捏住了六皇子的把柄。那份名单很细，细到某月某日，
六皇子在某个地方与哪位大臣密会，赠了哪件礼，如此密心。三哥默契的并未问我何时从傅岩那处瞧见，只眯着眼睛，若有所思。若是运用得当，定能让傅家不能翻身。可难的是，他绝不能从柳家出去。三哥话音未落，忽然听见远处魏思雨冷笑一声：“这有何难？明明我们早已与他相隔甚远，甚至故意压低声音，但他却似乎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似的，笑嘻嘻凑过来。我这里倒是有个好人选。”魏思雨口中的好人选是夏如烟。的确，比起与傅家有局龉的柳家或者其他不相干的人，这份名单由作为傅岩枕边人的夏如烟交出去最有说服力。当天，魏思雨与大哥姨母密谈良久，傍晚便带着夏如烟和那份名单悄悄进了宫。听说宫中议事殿的烛火燃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太子便带着圣旨和督察院的人将傅家围了起来。傅岩一心在如何应付我，让我放弃索回赠礼上。本以为又是柳家故意刁难，直到看见夏如烟将人引进他书房的密室，寻出那份记录六皇子贿赂的账本，他才意识到傅家危矣。听说傅岩看见那份和账本几乎一模一样的名单，几乎疯魔，还听说他惊怒之下当场暴起，推倒夏如烟，并一脚踢掉了他肚子里的孩子。傅岩骂他：“我自认待你真心，从未对不起你，你为何要如此诬陷？”可夏如烟却捂着肚子哭诉：“你以正妻之位骗我清白，但我有孕之后，你却只想着遮掩，只让我做妾。你出尔反尔，甚至不惜诓骗柳家女娘，不就是嫌我身份卑贱吗？”三哥转述这些的时候，将傅岩的狠戾与夏如烟的哀怨学得入木三分。他笑道：“这般精彩的场面，你没瞧见，真是遗憾。”我也笑笑，的确有些遗憾。傅岩藏账本的密室，是我昨日避开兄长们，悄悄告诉魏思雨的。魏思雨听闻后，并未多问，只红着耳朵朝我笑得安心。放心，交给我处理。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夏如烟，我并不知道。但夏如烟愿意配合魏思雨揭发傅岩，我丝毫不意外。毕竟上一世他算计我，换取傅岩的宠爱时，我也并未瞧出几分真心。今日天子下令抄查傅家，令傅岩措手不及。六皇子倒是想撇清，可不等他狡辩，太子便顺着傅岩的账本查出了去年的科考舞弊案，其中有他和某几位大臣的手笔。加上昨日我与三哥故意在傅家门口闹出动静后，名单上的许多大臣已经闻到风声，他们有的将东西秘密转移销毁，有的原封不动送回六皇子府里，更有些为了自保，主动站出来揭发六皇子与傅家这几年贪污受贿，甚至挪用赈灾银。朝廷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地方，没有坚不可摧的同盟，只有一成不变的利益。一时间，朝堂上乱成了一锅粥。因涉及皇子与朝臣结党营私，这件由退亲引发的案子，经一连查了半个多月，才渐渐落下帷幕。六皇子被下令幽禁宗人府，傅家被判满门流放那日，魏思瑜的母亲清微长公主正带了一屋子的礼上门。那孩子打小就这般性子，认定的是8头牛都拉不回来，这亲一日不定，他便一日不肯回家。他是入赘柳家也好，娶你入侯府也好，我与他爹都好商量。你别误会，我们也不是逼你们同意，只是想知道对于我家那个蠢儿子，你是如何想的。他望着我的眸子晶亮，仿佛只要我点头，他就能立即将魏思雨打包送上门似的。活了2世，我也是头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一时有些无措，但想了想，还是点头。婚姻大事自有长辈做主，我姨母如今就在城东的谢宅，不如您去同她商议商议，将婚事定下，说不定魏小世子今日就回去了。长公主闻言，兴奋地一连说了几声好，然后兴冲冲，头也不回，直奔城东去了。我与她的对话，门外的三哥听完了全程。他进门时一脸菜色，你就这么同意了？我知道，因为魏思瑜之前的名声，我这3个兄长一直对他不喜。可就算如傅岩这般有舒兰君子名声的人又如何？
名声这东西向来是最能骗人的。有傅岩的前车之鉴，我自知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我这几个兄长。想了想，忍不住轻叹一声：三哥哥，若有一个人在你死后终身未娶，从不学无术的纨绔，一点点变成手握重权的佞臣，只是为了替你报仇，为你证明，重活一世，你会如何？我毫不遮掩的话令三哥猛然瞪大眼睛，他似不敢置信，又似明白了什么关窍一般，呼吸渐渐急促，喃喃道：难怪你此前……可我却没等他问出口。我会回头看他。我端起茶盏，慢慢抿了一口，脑海中不自觉又浮现出墓碑前男人那一声声低哑气血的等我。我想知道，明知没有结果，他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的功夫，也想牵牵他的手。那一段路他走得太孤独了。相顾无言，三哥紧捏着拳头，眼眶微红，满是寂静，一时间只能听见屋外树叶婆娑。许久，三哥才豁然起身。最近姓魏的那小子来得太勤，今二哥出门前挑了一根撑手的棍子，我还是出门看看，别让他将人打残了。有姨母做主，三哥相劝，我与魏思瑜的亲事定的倒是比预料中的顺利。渔阳侯府下聘那日，光是聘礼就摆满了柳家门前的一整条巷子，仿佛怕我反悔似的，婚期定得很急，就在下月20。可明明前些日子天天都要往柳家跑的魏思瑜，自那之后却一反常态，一连数日都没有出现。差人去问，也只听说他每日早出晚归，似乎去了城东屋一巷，不知道在忙活什么。魏思瑜突如其来的冷淡令我心中有些涩然，本想挑个时日找去乌衣巷瞧瞧，不想自上一次傅家门前大闹一场后，头一次出门便遇见有人当街行凶，前方骚乱。我本打算打道回府，可吩咐马夫，却不见有人回应，反而一道人影迅速钻进车中，冰凉的匕首贴在我的脖颈。别动，就这么出城。那人出声，竟然是此刻本该在狱中，明日就要随军流放出城的傅岩。傅岩越狱，我确实没有料到，不过也并没有多意外，毕竟他不算傻，就算被捕当日被夏如烟迷惑视线，在牢中这么些时日也该反应过来了。一连之隔，外面的车夫不知何时已经换成了他的人。车辙声咕噜，许久才终于停下。傅大人，别耽得太久，咱们没有多少时间。傅岩轻嗯一声，嗓音低沉，贴在我脖子上的匕首也终于放下。他捉住我的手臂，将我拖下车。看清眼前破庙的一瞬间，我心底咯噔一下，凉意猛然从脚底窜起，砰的一声闷响，随着破庙门合上，上一世死前的一幕幕猝然涌入脑海，令我耳中嗡鸣不断，恍若被雷击中。阿初，我一直想不通，明明我从未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何至于如此恨我？不仅设计夏如烟当众退婚，坏我傅家颜面，还故意诱我和六皇子合作，以此毁了傅家。耳边傅岩的声音仿佛隔着一堵墙传来，嗡嗡的，不大真切，也让我倍感违和。初时我以为你是怨我变心，可这世上的男人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你那般爱我，绝不可能仅因一个夏如烟便如此狠心。后来我在牢中发了一场高热，终于明白了。傅岩的话令我的心头猛然一怔，脑海中有个荒诞的念头一闪而逝，还未来得及细想，就见他转过身来，唇角微勾，紧盯着我的眸子黝黑，宛如毒蛇。阿初，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我终于明白，自方才下车起，心中的违和感从何而来了。傅岩重生了，不对，确切地说，他有了上一世的记忆，所以他才会知道这个破庙，所以他才会问我，知道这里是哪里吗？半路被劫，我的心原本一直悬着，但此刻知道他也重生了，忐忑不安的情绪反而很快冷静下来。我猜他并没有确定我是否有上一世的记忆，否则也不会将我带到这个破庙试探。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略一思忖，我还是轻斥一声：傅岩，你凭什么以为我爱你入骨？能大度到和别的女人共侍一夫？你莫不是忘了，
我本就不是什么忍气吞声的性子。我不答反问，明明是嘲讽的话，傅言却忽然眼前一亮，他像是迫切想要证明什么似的，上前一步，想要抓住我的手，却被我后退一步躲过。见我后退，他也不在意，一双眸子渐渐染上喜意，试探的语气也有几分小心翼翼。阿初，你不愿与夏如烟共侍一夫，是不是因为你心中还是有我？不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一般，喃喃道：对，梦里那些伤害你的事，我从未做过，如今你心中应当是有我的，否则也不会如此嫉妒。阿初，夏如烟死了，我已经将她杀了，你可解气？没了夏如烟，我们是不是就能重新来过？我没想到，事到如今，他竟然还在伪装深情，心中感觉荒谬的同时，忍不住泛起一阵恶心。我为什么要与一个背叛流放的逃犯重新来过？对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与渔阳侯家的小世子已经定亲了，婚期就在下月20。闻言，傅言变脸堪比翻书，明明方才还满眼深情，眨眼间便只剩狠厉。魏思瑜，竟当真是魏思瑜？他咬牙切齿，不知想到什么，忽然狞笑出声，朝我逼近。不如我们来打个赌，你失踪半日，若是被人寻到时发现贞洁不在，你猜魏思瑜还会不会要你？明显，傅言早有这个心思，不然也不会让人从外面将门锁住。可我也没慌，毕竟这一事自重生后，我便重新拾起了柳家枪。虽练的时日不多，远远比不上我那几个兄长，但对付一个在牢中蹲了月余的傅言，还是绰绰有余。约莫傅言以为我还是上一世那个被人捉住便逃脱不得的弱女子，朝我逼近的时候，手上的匕首握得松松垮垮。他兴奋的眸子凶光毕露，注意力一直放在我故作害怕的脸上，并未瞧见我隐隐蓄力的腿。哐当的一声脆响，我精确无误踢飞他手中的匕首，又飞快捡起，趁他不备朝他胸前刺去。但到底男女力气悬殊，他又迅速回神，抬手来挡。我一刀扎偏，只堪堪割伤他的手臂。你竟敢伤我！傅言突然抱起捉住我的手腕，他目眦欲裂，用足了力气，手腕上剧痛传来，让我再无力气握住匕首，而他的另一只手也掐住了我的脖子，渐渐收紧。喉间的剧痛令我呼吸困难，眼前发晕，大概我又要死在这里了。我忍不住想，念头刚出，门外忽然响起一阵金戈碰撞声，不出片刻，身侧的门砰的一声被人踢开，下一瞬就见执剑的魏思瑜宛如他天降，一剑刺中傅言的肩胛。人渣，你去死！喉间的力道骤然一松，突然涌入胸腔的空气呛得我不住咳嗽，我好不容易才喘匀气，一抬头就见魏思瑜又一剑刺中傅言的腰腹。可即便狼狈逃窜，傅言的嘴也没停，他笑容癫狂。魏思瑜，你不知道吧？柳如初早就是我的女人了，我们上辈子就是夫妻，她不仅怀了我的孩子，还有很多男人，就在这间破庙里。这辈子也是，她从小就爱慕我，为了嫁给我，跪了3天3夜才求得她兄长们同意。她就像条狗一样，整日对我摇尾乞怜，这样的女人，你确定你要娶？傅言的这番话暧昧恶毒，让魏思瑜的动作猛然一顿，也让我的呼吸狠狠一滞。重活一世，我知道傅言无耻，但没想到他会那么无耻。我的指甲深深陷进肉里，心也像是被一双大手死死捏紧。魏思瑜，我忍不住轻唤，明明这一世已经决定非他不可，却还是害怕他知道我上一世肮脏的过往，对我厌恶。我心生惬意，可抬眸望去，却并未在他脸上看见一丝厌恶。只听他问：那又如何？女子的贞洁从不在罗裙之下，任何女子的真心都不该被侮辱炫耀。就算她上一世真心错付被你糟蹋，那也不是她的错，只能证明你垃圾。他神情坚定无比，语气也毋庸置疑。我喜欢柳娘子，便是无论她是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不会以为你说这些就能打消我娶她的念头吧？做什么春秋大梦呢？我求2辈子，好不容易她才回头看我，愿意同我在一起。别说你这几句话了，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我这辈子都要娶她为妻。魏思瑜的话振聋发聩，说不清此刻震撼我的是他口中的2辈子，还是这番情真意切的剖白。难怪他会知道我姨母，难怪告诉他傅家密室时，他没有丝毫意外。看着眼前神情坚毅的魏思瑜，我的胸口像是被棉花塞满了似的，有些酸，又有些胀，眼眶也忍不住发热。显然，傅岩也没料到自己的嘲讽换来的是魏思瑜的深情告白。不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他神色癫狂，状如疯魔，表情也狰狞的可怖。眼见他捂着伤处挣扎着站起，还想过来抓我。魏思瑜抬脚将他踹翻，提剑又要刺向他的胸口。等等，我来！我出声制止，从他手中接过长剑，一步步走到傅岩面前，哀嚎响彻破庙。是我一剑挑断了傅岩的手筋。我没有理会他的叫骂，语气平静。不错，我也重生了。我记得上一世你是如何陷害我兄长，害我柳家满门被斩，也记得你是如何在这间破庙里让我被乞丐轮番凌辱。哀嚎声再起，是我挑断了傅岩的脚筋。眼看他浑身是血，像块破布一样瘫软在地，动弹不得。我突然心情大好。你应该也知道吧，这个破庙是那些乞丐的栖息地，不出2个时辰，他们就会回来。你如此了解他们，我相信你也知道，比起欺辱女人，他们更喜欢欺辱的是男人呢。听到这里，傅岩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恐惧。你要想做什么？他的声音断断续续，不成语调。可我却只是笑笑，并未回答。你一个逃窜的囚犯，不会有人在意你的生死，他们啊，很快就会来陪你。说完，不再理会他的叫嚣，转身拉着魏思瑜离开破庙。破庙外，那个伪装成车夫的人不知去了哪里，连带着不知所踪的还有那辆马车。魏思瑜的马通灵性，眼见魏思瑜出来，小跑过来，用头轻轻蹭他，可魏思瑜却没动，牵着缰绳走了几步，又忽然顿住，回头看我。我以为我又迟了。他眼眶通红，没说什么迟了，但我却莫名知道他在害怕。他怕他来晚一步，怕再次在这间破庙中看见我的尸体，心口像是被针扎似的，泛起密密麻麻的刺痛。我没忍住上前一步，问出了我2世以来的疑惑。魏思瑜，我们从前是不是见过？似乎没有料到我会在这个档口问这个问题。他微微愣了愣，倒也没瞒着。果然，你是真的把我忘了。他唇角微牵，笑容苦涩。我年幼时身体不大好，有个游方道士说要将我当女儿家养才能养活。你别看我现在揍人挺猛，但要不是你护着我，我指不定受多少欺负呢。那时候我在乌衣巷的小叔家中住过半年，一墙之隔便是柳家老宅。你以为我是女孩，教我爬树，教我用弹弓打树上的枣，还带我翻墙去街边买老李家的糖人送我。他声音微涩，明明口中的人是我，可我却半点印象也无。脑海深处只隐约记得，年幼时的确有那么一个病弱需要照顾的姐姐。魏思瑜的声音还在继续。他说，后来我病发，不得已去南方养病，临走前我们约好你要等我回来的。可我回来的时候，你眼里只有傅岩，早就忘了我。他们说傅岩对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气不过就挨个揍了，没想到被你瞧见，还被你嫌弃了。我重生回来，已经是你大婚的头1天，我本想抢亲的。你不知道，你愿意嫁给我，我有多高兴。你又是说喜欢有柿子树的院子，这几日我一直在置办，本想给你一个惊喜，可差一点，差一点。他的头埋得低低的，语气既委屈又懊恼，絮絮叨叨也语无伦次，微哽的声音令我胸口处软得一塌糊涂。可傅岩说的不错，你知道的，上一世我想说，上一世的我如此不堪，他理应放弃。还想问，这般的我值得吗？可话未说完，便被他上前一步捏住肩膀，恶狠狠打断。我说了，你别想推开我。少年的目光坦诚炽热，如盛夏的阳光，烫得我眼眶酸涩。可真傻啊！我忍不住喟叹一声，没有任何犹豫，捧着他的脸，
在他微恶的眼神中，抬头吻上去。够了，这一世仍旧有个人为我跨越山海而来，这样足够了。全文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